这个男孩靠着自己制作的竹筏，在湖里撒网捕鱼，抓到了不少大鱼，因此他也卖了不少钱。上期我们说到，自强在山林中砍了些竹子，靠着自己的双手打造了一艘坚固实用的竹筏。今天附近的渔民看到自强独自一人居住在这，也是出于同情，送了一包渔网给他，希望能靠着他让自强的生活过得好一些。谢过这对好心的夫妇，自强检查起这包渔网，渔网已经绑好了浮漂，看样子是可以拿来直接用了。收好渔网，自强回到岸上，提着柴刀进了树林，在里头砍了一根树干出来，试了试还挺合手的。至于是做什么用的，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。他拿出自己的小网兜和撑杆，就来到了竹筏上，解开束缚住竹筏的藤条。自强划着桨向着湖心而去，到了深水区，自强抛下了渔网。可以看到，这种渔网并不是很宽，而是长条的形状，放完一定长度，还需要划着竹筏前进一段距离，然后顺着水流再次放下渔网。这样来回操作了好几次，直到把整张网放入水中。这时自强拿起来刚砍的棍子，只见他使劲地拍向了水面。原来这根棍子是用来驱赶鱼群的，隔一段距离就敲打一下水面，受惊的鱼就会四处逃窜，保不准就撞到了网上。也不知是不是自强注意力都在水面上，并没有留意脚下已经来到了竹筏边缘。随着身体的前倾，整个人摔入了水中。好在他的水性一直不错，因此也没有感到惊慌，顺着竹筏就爬了回去。就是整个人都湿透了，湿漉漉的衣服粘在身上肯定不好受，气得他直接丢掉了棍子，划起桨向着作为浮漂的瓶子划去。还是先收了看看有没有货吧。才拉了几米，就看到了一条大鱼被缠在网上。自强拿来鱼篓，解开死死卡在网上的鱼，先放到网兜里用脚踩住，后面还有很长一段网等着他去收呢。等到他把网拉上来一大部分，好家伙，收获可真不少，4、5条鱼静静地挂在渔网之上。接下来就是大丰收了。虽然渔网解起来有些麻烦，但自强在有钱赚的时候从来是很有耐心的。收好了这一部分收获，自强继续提起还在水中的渔网，本以为再无收获，直到快要拉完了，才发现还有惊喜在等着他。他赶忙加快了手里的动作，拉上来一条还不够，底下还挂着一条大鲤鱼。活蹦乱跳的鱼还想来个死里逃生，不过自强没有给他机会，一只拖鞋无情地踩住了他，收完了所有的鱼。自强捞起渔网，在一边整理起来，想要下次还能用，必须给他理顺了，不然一团糟，下次再想解开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完成了手头上的工作，自强划着桨向着住处驶去。在他精确的控制下，竹筏稳稳停在了岸边。自强拽着绑在竹筏上的藤条，绑回了岸边的小树枝上，这才拿来背篓，把这袋沉重的鱼放了进去。今天可是妥妥的发财了。来到岸上，脱下湿漉漉的衣服，换上了老奶奶给的毛衣，顺手就在湖水中清洗了一遍，晾晒到棚顶上。今天的时间已经不早，自强得赶紧拿着这些鱼去村里卖掉。走出树林，来到了他的专属摆摊点，这边还在摆着摊，大鱼的身影已经吸引了一位小哥到来，看着也还非常新鲜，小哥都不带犹豫，直接拎走了2条。不得不说，今天的货实在是太硬了，路过的村民都想来上一条。主要也是自强的东西一直卖得不贵，早已在村子里有了名气，就这样卖的只剩下最后一条。一旁的狗子和他一个姿势卧在那，默默地陪他卖鱼。这时我们熟悉的好心大哥出现了，喊了声自强，问他在卖什么。看到还剩下1条鱼，毫不犹豫的就叫自强装起来。他买走了，付了鱼的钱，摸了摸自强的头，他是真的有点心疼这个懂事又能干的孩子。从钱包里又取出来些钱，递给了自强，叫他去买点好吃的。随后拿出了一早准备好的裤子。这回越南的天气虽说不上有多冷，但早晚也是有些凉意了的。
大哥早就留意到自强还老是穿条短裤四处跑，小孩子也不懂得照顾自己，能帮就帮上一把了。自强立马就换上了这条新裤子，别说还挺合身的。这条裤子对大哥来说可能不算什么，但等到自强长大以后再回忆起来，这些无私的关爱也许就是治愈他一生的温暖光芒。男孩在野外捡了一些蛋，晚上吃着煮蛋的时候，不料遇到了一些危险。这天下午，自强正躺在床上无所事事，爬起来看了下火塘中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了，背篓之中也是空空如也，又检查了下放在水中的鱼线，同样是没有收获。摸了摸饥饿的肚子，他也不得不背起背篓出去找点吃的，或者去村子里买点东西来填饱肚子。路过之前布置的陷阱，把歪掉的绳套重新摆正，自强继续赶路，一路上探头探脑的，想要找到一些可以当作食物的东西，结果没找见，却是在地上发现了一片不知是鸟还是鸡的羽毛。定睛一看，树丛里不仅有更多的羽毛，还有好多的蛋，拿起来晃了晃，听起来还是新鲜的。这些鸡蛋既然给他遇到了，自然是要成为盘中餐了，每一个都要晃一晃，确保都还能吃，才收入背篓之中。确认再无剩余，自强数了数，足足有13颗之多，暗道一声得罪了，他像是做了贼似的溜走了。回到住处，自强赶忙折起了枯枝，重新升起了篝火。他也没有锅，要怎么煮这些蛋呢？这不还有竹筒吗？沿着竹节位置砍了一段出来，灌上点水，就是一个原始的炊具了。小心地将蛋一个个地放了进去，还别说大小刚刚好，但凡再细一点都塞不进去。接着只要放到篝火旁，慢慢等着蛋熟就可以了。起身看了看背篓里剩余的蛋，自强似乎是觉得就这样拿完了全部的蛋，对那只鸡妈妈来说太不人道了，手里捏了3个蛋，决定给它还回去。回到捡鸡蛋的地方，放下手中的蛋，自强还没有意识到有一只危险的家伙就在他的边上，直到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，也是吓了他一跳。不得不说他的胆子是真的大，要是换做一般人早就撒丫子跑路了。自强却捡起一旁的枯树干，想要把他吓跑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护住这些蛋的原因，毕竟自己送回来可不是给他吃的。这条大蟒蛇好像脾气还不错，真就灰溜溜地走了。赶跑了他之后，自强这才感到有些害怕，赶紧离开了这片危险的地方。直到回到了住处，自强还是一步3回头，生怕那条大蛇会跟过来。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，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。自强重新拾错了柴火，将火烧得更旺。望了望远处，他想起来自己的竹筏还停在那，穿过边上的树丛，来到另一侧的岸边。他解开了绑在小树上的藤条，撑着竹筏掉了个头。虽说这里也无人来偷他的竹筏，但还是放在自己看得见的地方保险一些。天也是愈发的黑了，自强绑牢了竹筏，回来探了探烧的滚烫的竹筒，想必里面的蛋也是熟了。为了避免被烫到，他从背篓里拿了2个塑料袋套在手上，多少不那么烫一些。一股脑地倒出里面的蛋，但有一个特别大的卡在了里面。摇晃了半天才搞了出来，这些蛋也够他晚上吃的了。在开吃之前，还需要给火堆添些柴。在野外生活，特别是晚上，保障火焰的燃烧是非常有必要的，不仅能照明，还可以驱赶走一些野兽。忙完了这些，自强才坐了下来，大口大口地吃起了水煮蛋。一连吃了2个，他也是有点噎得慌，猛灌了一口水。这边正在愉快地吃着饭，屋后危险正在慢慢靠近。这条大蛇硬是靠着灵敏的嗅觉找到这里，似乎是因为火光才没有敢靠近。自强还没有发现它，吃饱了给篝火加了点柴火，就继续坐了回去。
直到他再次起身照看篝火，才看到了这个不速之客，当即抄起棍子敲打地面，和他对峙了起来。但凡他有一个动作，都能把自强吓一跳。自强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恐慌，一个劲地敲打地面，想要把他赶走。站在火堆旁就是他的最大底气。蟒蛇眼见这个猎物这么难搞，而且比他还凶，只好乖乖溜走，花了好些时间才最终把这条大蛇赶走。自强一回来就赶紧为篝火添柴，燃烧的火焰才能给他增加一些面对危险的勇气，顺道拿出了柴刀捏在手里给自己壮胆，搞得自强都有点不敢睡觉了。他得时刻留意周围的环境。经此一事，自强下定决心，明天就给自己搭建一个有墙壁的房子。夜愈发的深了，自强在不安的情绪中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，希望他能平安地度过这个夜晚吧。男孩拆掉了居住了一段时间的窝棚，收集来一些材料，重新搭建起一所稍微像样点的屋子。今天一早，自强在睡梦中醒来，他明明记得昨晚担心蟒蛇来偷袭，自己在守夜不敢睡觉，没想到撑不住睡了过去，还好昨夜无事发生。查看了一圈，周围也没有野兽的踪迹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就着湖水洗了把脸，吃了几颗昨晚上剩下来的水煮蛋。他也是想起来今天要做的事情，先把自己的物品收进背篓之中，接着就可以着手拆掉这个简易的窝棚了。本身搭建的时候也没花多少心思，现在拆起来那就更简单了。三两下将这里恢复到原始的状态。在收集材料之前，还需要扩大下平地的范围，毕竟打造一个有墙面的小屋，不说面积多大，起码要能容得下他一人居住。这边正在卖力的平整地面，哪料一早还不错的天气开始变天了，刮起了呼呼的大风，树叶被吹得沙沙作响。自强也是意识到了恐怕马上要下雨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他捡起地上的棕榈叶，盖住了放着自己衣物的背篓，回来继续刨起了地。看样子他得加快点速度了，一边也只能祈祷今天千万别下雨。觉得大小差不多了之后，自强还不放心自己的背篓，又给盖了一张棕榈叶，拎起地上的柴刀，转身向着树林中走去。他来到一片竹林旁，二话不说挥起刀砍倒了几棵竹子，拖着它们来到地面，才去顶端枝桠部分，只保留了粗壮的竹竿。虽说这些竹竿整体都不粗，但对自强想要搭建的房子来说是足够用了。而这时天空噼里啪啦开始下起了雨，好在只是阵雨。等到自强回到住处，雨已经停了。这几根竹子当然是远远不够的，他又来回了好几趟，直到堆了一地，他才觉得勉强够用了。竹子只是用来搭建框架的材料之一，而这些棕榈叶想必是拿来铺盖在屋顶上用的。收集完要用得到的材料，接下来就可以正式开始搭建了。只见自强拿了根木棍测量了下房子的宽度，依照着这个长度将竹子裁切出来，前中后放置了3根。自强削起了一早找来的树干，每一根都被制作成一端尖锐的木锥子。接着他把这些树干使劲地夯进了土里，这应该是给房子做立柱用的。耗费了一些时间，立好了这几根柱子，他拿起地上的竹竿架到立柱之上，另一边正好可以绑在一旁的小树上面，合理的利用周围的环境，也给他省了不少力气。随着3根竹竿都被绑牢，我们也看出来这是房子的屋梁，和一般的屋子造型相同，是比较普遍的双坡式结构。至于屋顶，自强拿了根竹子，粗略地测量了下它的中心点，而后在这点上开出了一个豁口。绝大部分竹竿被砍去，但保留了一些，使之左右依然相连，这样既可以任意地弯折成想要的造型，也不需要担心整体的坚固程度。架在3根梁上，刚刚好可以作为屋顶的船子。隔着一定距离放置好了这些竹船子，自强劈砍了一些长竹片出来。虽然一直在干着活，
可能是变天的原因，吹来的凉风还是让他感到有些冷了。穿好外套，自强把竹片放到船子之上，这些檩条与船子一起，将屋顶分割成一片片四方的小格子，之后的工作就要简单许多了。但凡相交的地方，都用竹篾给它扎紧。为了方便干活，索性爬到了屋顶上。虽说整体的结构比较简单，但牢固方面完全没有问题。自强一个人的重量在上面也丝毫不见摇晃。绑好了所有檩条，自强下到地面，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，确认再无问题。他拖来了一旁的棕榈叶，在叶片中间撕开了一道口子，利用柴刀将它一分为二。这是考虑到成片叶子太大了，铺上去重叠的位置太多会比较浪费。处理过后，自强将叶子先堆到屋顶上，而后从屋顶的一端开始交错着铺设上棕榈叶。厚实的叶片能保证下雨也绝不会漏到屋内，每片叶子都会撕开一角，缠绕在檩条上，直到把整个屋顶覆盖得密不透风。又整理了一番交接处的叶子之后，自强下到底下，眼见着天色已经不早，他摊了些棕榈叶在屋内地面上，作为晚上临时睡觉的地方。看着自己忙碌了一天的成果，自强感到又累又非常的开心。明天他将继续给这所房子安上墙壁。第二天天刚亮没多久，自强已经在做着准备工作。他要先测量出住所的长和宽，在木棒上做好标记，然后就可以砍下对应长度的竹筒。捧到屋内，绑在立柱之上，一方面可以起到加固整个结构的作用，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后续搭建的墙面做支撑。可以看到他在每一面墙上差不多位置各按了2条竹竿，确认都绑牢固了之后，他再次砍了一些竹筒出来。这次没有拿去安到墙上，而是顺着竹筒方向砍出了一条条裂缝，接着沿着缝隙将竹筒划开，原本圆筒的竹子如同纸张一样被摊开，这倒是比直接劈成竹片要来的简单一些。随着自强将其摊开，平整地铺在2根龙骨之上，后排再用一条竹片卡紧，再绑上竹篾，这样这些竹板就被牢牢地固定在了上面，而且后续也要快上不少，直接卡进去即可。隔上一段距离再绑上一根竹篾，足可以使这面墙壁固若金汤。就这样，自强一路如法炮制，很快就将3面墙壁围拢了起来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也没有忘记给自己打造一扇坚固的大门。门轴底部插入到泥土之中，顶部则是和立柱绑到了一起。清理出剩余的材料，自强拿着刀开始为屋顶做最后的美化，裁切掉多余的一部分棕榈叶。干完了这些，整个小屋也算大功告成了。这可不是在往湖里扔垃圾，每个瓶子上都挂了鱼线和鱼钩，靠着它们，这个男孩抓到了不少鱼。今天一早，自强的小屋上正飘着袅袅白烟，地上的篝火依旧在烧着。他已经吃过早饭，这回正坐在简易的床板上整理这些带线的鱼钩。全部理顺后，自强拿了截空竹筒，找了个角落，劈开杂草，往下刨起了地。这是在给鱼钩找饵呢。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对于住在湖边的他来说，现在又有了竹筏，在赚钱这一块也是在向怎么抓鱼靠拢。抓够了蚯蚓，他回到了屋里，放好了柴刀，提着线和饵就上了竹筏。竹篙轻推了下岸边，熟练地掉了个头，向着远处驶去。来到了附近的小码头停下，正在拴竹筏的他猛地发现边上有好些空瓶子，回头看了眼自己的钓钩和线，他立马有了主意，这不是上好的浮漂吗？有了它都不用去找鱼竿了。绕着这片空地找了一下，
没想到转角还有一个垃圾桶，边上还有好多的空瓶子，先放到一起再说。又在边上找了一个，这下应该是够用了。于是自强跑到竹筏上，拿来了竹筒和鱼钩，拆下鱼钩，先在瓶口绑牢，然后绕起长条的线，以免一会缠在一起，倒出了竹筒里的蚯蚓，接着给钩子上挂上饵。随着他一顿操作，10几个瓶子钓具被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地上。既然准备工作已经就绪，自强拎着瓶子放到了竹筏上，撑着杆向着水较深的湖中划去，每隔一段距离就丢下一个瓶子，一个个瓶子沿着竹筏驶过的痕迹一字排开。放完了最后一个，自强翻着竹筏回到了住处，随意地拴好藤条。自强回到了屋内，趁着等鱼上钩的这段时间，正好美美地睡上一觉。1个半小时以后，自强从屋里出来，伸了个懒腰。前2天搭房子给他留下的疲惫也是一扫而空。那么是时候去看看今天的收获了。划了一会，看到的第一个瓶子就在上下浮动，不用说，绝对是有鱼咬钩了。自强当机立断将它捞起，拽着线，果然拉出来一条鲶鱼。取掉了钩子，塞入网肚之中，有了开门红，相信今天的运气不会差。果然第2处底下的鱼已经在拖着瓶子到处跑了，不过想要挣脱开那是不可能了。自强一竿子就将它捞到近深处，拉上来又是一条活蹦乱跳的鱼，再次收好，向着下一个目标进发。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瓶子底下都有货，这也是再正常不过，继续往前进。没想到这里有条大货在等着他，自强看到是条大鱼，还愣了一下，连忙拿起一根竹棒，一拉上来就给鱼来了个迎头痛击。这条鱼可真不小啊，不过不用想也能明白，这一定是道具组又在发力了。接连收了几个瓶子，收获了几条不大不小的鱼，直到最后一个又是拉出了一条大鲤鱼。这条鱼还是活力满满，不像是道具组的功劳，难道真的是给他钓到了？这还真说不准。刚收好了今天的收获，岸边一个男人叫住了他，叫自强过去给他看看有啥鱼。自强划着竹筏停靠在小码头上，男人帮着他拴好了竹筏，自强拎着这袋子鱼来到了岸上。男人看着这些刚捞上来的鱼，挑了那2条最大的买走。原来他也是捕鱼的渔民，看到自强抓到这么大的鱼，上他这来进货了。自强这边将剩余的鱼用树枝串起，带回了竹筏上，看样子晚上又有一顿烤鱼大餐可以吃了。这个男孩也太厉害了吧，独自在竹林中抓了只大竹鼠，架到火上烤了以后，吃起来那叫一个香。今天的天气不错，自强一早就背着背篓出了门，想要在这树林里找到一些吃的。刚走了没多远，地上的东西把他吓了一跳，原来是一条小蟒蛇被困在了破渔网里。自强先是谨慎地拿起地上的枯枝试探了一下，确定是无法动弹了。他用树枝按住了蛇的7寸，慢慢地靠了上去，用手捏住了它。主要是这条蛇比上次那条小了太多，对自强来说也没有威胁，他才壮着胆子为他清理吊缠在身上的破渔网。可能是牙齿勾住了渔网，自强扯了半天才给拉了出来。不知道这一下有没有把蛇的牙齿掰断，彻底帮蛇挣脱出渔网。自强把它放到了一边，并用棍子驱赶，想让它快点走。这蟒蛇可能是被困住太久，现在都没什么活力了，任凭自强怎么赶都无动于衷。自强只好帮蛇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把它挑起来丢到了远处杂草茂密处，希望它不要恩将仇报，跑来骚扰自己了。回到原处，自强捡起地上的破网，挂到了树枝上，以防哪条蠢蛇又被缠住。他也再次出发，寻找起可以吃的食物。半天过后，他已经来到了山里，这里到处都是竹子，
本想看看能不能找点竹笋出来，没想到什么动物的叫声吸引住了他，定睛一看，是一只正在刨坑的竹鼠，小小的眼睛看上去还怪可爱的，哼哼唧唧警惕地看着自强。自强拿了根棍子逗了他一会，可爱终究敌不过肚子饿，还是决定拿下它作为晚上的晚餐。本想着用柴刀抵住竹鼠的脑袋，再把它抓出来，奈何这只竹鼠也是蛮聪明的，一个劲地往里缩。要是这样伸进去，手非被咬不可。没办法，只好先刨开边上的土。可怜的竹鼠只能无助地看着自己的家被拆，缩在里面不敢出来。又用一根枯竹子试探了下，虽然它的牙齿很小，但相当的锋利，看样子是得小心一点。于是自强换上了柴刀，抵住了他的脖子，用力地压向一边。可刚空出一只手准备去抓，又被他挣脱开来。小家伙用自己唯一的武器咬向了柴刀，但显然没有什么用处，他的命运已经注定，只不过多挣扎一会罢了。再次用柴刀按住了竹鼠的头，自强小心地伸进去手，掐住了他的脖子，确认抓稳后给他拽了出来。看到这只肥硕的大竹鼠，自强既新奇又开心。摸了摸自己饥饿的肚子，还是决定送他上西天。在这之前，自强合十了双手，对着竹鼠表示了感谢，希望他下辈子投个好胎。看着这只鼠鼠这么可爱，又有些不舍，纠结了一番，最终还是忍心下了手。听着竹鼠痛苦的哼哼，自强再次祈求了他的原谅，还是快点结束他的痛苦吧。手起刀落，竹鼠再没了声息，收进背篓之中。他也该离开这里了，忍着饥饿回到家。自强赶紧生起了火，拿出竹鼠放到火上，撩去它身上的毛，一边用竹片轻轻刮着，确保能将毛烧干净。这只是第一步，下面还要拿到湖水里清洗干净。先用柴刀刮去烧焦的表皮，再清理完内脏，顺道劈了2根竹片，把竹鼠夹在中间当作烧烤架。回到屋内，自强在交叉处用竹篾绑牢，之后就可以放在炭火上慢慢烘烤了。等待的时间里，自强选择躺到床上休息一会。一会之后还得起来照看下烤竹鼠，以免烤糊了。虽然已经2面金黄，但远远还没到熟的时候，就这样来回翻了好多次。直到跃上树梢头，自强被再次饿醒。这时已经能闻到浓郁的烤肉香味了，看样子是可以吃了。他取下烤架上的竹鼠，不过想了想又放了回去，再次为竹鼠做了下祷告，才开始大快朵颐起来。早已饿惨了的他抱着竹鼠啃了起来，虽然心里有些对不起这条竹鼠，但肉是真的香。直到整条竹鼠被他吃得干干净净，连着骨头都没有放过，吃饱喝足。自强关上了门，抱着自己的衣物，缓缓地进入了梦乡。